degrees in West Vancouver, light rain reported. It's actually just cloudy in White Rock for the time being, where it's also 10 degrees and a fairly light breeze. Now, this is a large-scale weather system. I wouldn't say it packs a really big punch, so it'll be raining at times today, raining at times tonight, even tomorrow, a little more rain, and then the backside of that system moves on through late in the day on Thursday, and it clears before we get11月的温哥华主题是什么？大多数当地人也许会脱口而出：雨季的开始。没错，进入冬季后，由于太平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即使和哈尔滨有着同样的纬度，但这座城市却以多雨的状态存在着。这里的雨季是漫长的，跨越了整个冬天和春天。从我们到达的那天起，再到离开，短短10几天的时间，绵绵的小雨似乎真的一直没有停过。Good morning， 今天是到达温哥华的第2天，果然还是下雨了。早上好，今天是到达温哥华的第3天，仍然在下雨。但温哥华的雨是有着自己的个性的，大多时间它总是来得不疾不徐，阴柔绵长。这里的人们也习惯了下雨，雨伞成为大家出门的必备工具，甚至很多时候，人们穿着防雨的冲锋衣，享受着雨中的乐趣。的确，这里的雨有一种神奇，它能弥漫成一种情调，浸润成一种气氛，镌刻成一种记忆。但老天还是眷顾着旅行者的，偶尔的拨云见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温哥华这弥足珍贵的冬日阳光竟然这样的耀眼。站在太阳下，仿佛瞬间回到了温暖的春夏。风是温柔的，阳光是刚好的，吸一口空气都能闻到光的味道，让人有种幸福的晕眩感。雨季里的晴天，在当地居民看来也不只是晴天那么简单了。大家开心的像个孩子，湿滑的地面还没干，就立刻出去散步、遛狗，或者与家人朋友约一顿露天的早午餐，享受这惬意的温柔时光。我想人生也应是如此这般，既要有阳光的普照，也要有雨水的滋润，才是完整。在温哥华，煤气镇应该是最具历史感的老街区了，也是大温地区的诞生之地。那么煤气镇到底有煤气吗？当然没有。该地区由1867年的一个小酒馆发展而来，竖立在交叉路口的蒸汽钟是这个古老小镇的标志。这座世界上首个以蒸汽为动力的时钟建于1977年，每隔15分钟，伴随着顶部冒起的阵阵白色蒸汽，时钟就会合奏出悦耳的音乐。那一刻，仿佛时光错置，回到了古老的蒸汽时代。如今小镇依旧保持着20世纪初的模样，红砖和原石铺就着狭窄的街道，老式的瓦斯街灯，历经沧桑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很容易就将人带入怀旧的时光隧道。古典美丽的建筑群中是新潮而又独具特色的店铺，在这里，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潮流自然地融为了一体。随意的在街边找一家咖啡厅，点上一杯咖啡，品尝一块蛋糕，放松且肆意地享受着闲暇时光。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这会让你浮躁的内心慢慢地沉淀，品味到时光的美好。
温哥华依海而建，随处可见的海景，随处可以闻得到的海风。而好像每一个靠海的城市都有一个渔人码头，这里也不例外。它是当地人们最喜欢的海鲜购买市场。渔船从海里打捞回来海鲜，到了岸边就直接销售，非常新鲜。虽然雨后的码头没有了平日里的热闹与喧嚣，但安静得如诗如画。水泥板桥伸向远方，船只静谧地停泊在港口，形成了纤维林立的景象。古朴自然的码头附近还开有一间间各具特色的小店，分别售卖着纪念品、家居用品和服装等，很值得停下来慢慢逛，慢慢淘。比起渔人码头，更让我喜欢的港口是格兰威尔岛，在市中心搭乘迷你摆渡船就可到达。格兰威尔岛是一座三面环水的半岛，前身是工业区，像北京的798一样，格兰威尔岛以文创社区进行了工业园区的再造。遍布街头的废弃铁路厂房，经过改建之后焕然一新，充满了小清新的俏皮和现代艺术的气息。即使你不自诩爱文艺，这个小岛也值得走上一趟。街边林立的小店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也倾注了店主对于艺术的感悟与理解。这里的物品似乎不能完全称作于商品，创作者在乎的已不是他所能出售的价格，更多的是拥有者能否和他们心灵相惜，产生共鸣。街头艺人表演着属于自己的艺术梦。Il y a la bétail qui fait sa cousine germaine. Et qu'au parlant conduit t'emmène de sur rivière ou sur étang. Il bottait, il trouve plus qu'humaine, mais où sont les neiges d'antan？ 让人无法抵挡的还有各种眼花缭乱的特色美食。公共市场里的摊位摆满了新鲜的蔬果生鲜，刚出炉的面包，制作精美的糕点，以及充满风情的各国料理。在拥挤的人群间，探索着舌尖上的温哥华。在这个热闹非凡的小岛上，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有序，充满了悠闲自在的气氛。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绿洲，温哥华也不例外。距市中心10多分钟车程的斯坦利公园，似乎是逃离城市计划的最近目的地。这座北美最大的城市花园，像一颗跳动着的绿色心脏。坐拥红杉等针叶树木为主的原始森林，几乎占据了整个温哥华市的北端。攀上公园的山顶，可以俯瞰壮观的狮门大桥，眺望远处的车流，欣赏绝美的西温北温的景色，或是沿着公园一整圈的海湾步道散步，欣赏海景的美妙之处。当然，这也是自行车爱好者的天堂。亦或是寻找张国荣生前最爱坐的那条长椅，望着对岸的西温，一种孤清始终萦绕，读着粉丝留在长椅上的寄语，感叹到原来怀念从未停止。这就是斯坦利公园，充满了自由、大气与和谐。虽没有什么特别的玩物，但就是让人觉得极其舒服，是一个可以将惬意进行到底的地方。
看遍了大温古老的、文艺的、惬意的地方，你是否开始想玩一点有探险精神的景点了呢？那就一起去卡皮拉诺吊桥公园吧。卡皮拉诺吊桥全长137米，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桥。由一根根钢条支撑而铸成的半圆形吊桥修建在峭壁上，犹如悬吊在卡皮拉诺河上空的空中走廊。自1889年以来，一直安全可靠地摇摆至今。人在吊桥上，与脚下的峡谷深壑紧隔着木板，对游客来说充满了新奇感，又带着一丝危险的刺激。但吊桥绝不是这里唯一值得期待的，真正精彩的是通过不同的行走体验，带你领略这罕见的温带雨林。踏上几十米高的悬崖步道，像飞鸟一样凌空跃起，自由地翱翔林端，俯视苍穹。进入到雨林深处，便开启了只属于你的妙趣横生的丛林探险之旅。树梢间连接了7座吊桥，将游客带至30米高的空中，以独特视角观看周围的森林，像松鼠一样跳跃于树梢之间，尽情玩耍。公园里点缀的灯饰和天然景致相辅相成，平静的气氛里，时间似乎也过得很快。在这个不大的公园里，稍不留神，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对于奔波劳顿了一周的上班族来说，内心一定渴求一个无拘无束的周末放飞。那么最适合不过的就是搭上游船，去温哥华旁边的温哥华岛，来一次短途度假了。驱车赶往码头，到达后可以将车直接开进轮渡船的底层甲板，停好车后就可以撒丫子一样的跑去上层甲板欣赏风景了。随着一声鸣笛，我们起航了。全程大概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温哥华岛，一路上风景如画。当轮渡穿过乔治亚海峡时，随处可以看到各种延伸出来的尖尖的小岛和坐落在小岛上边的漂亮的房子。温哥华岛由多个小城市组成，我们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维多利亚市。它位于温哥华岛的南端，是 BC 省的省会，也是加拿大西海岸最古老的城市。这座小城与英国相隔千山万水，却浓缩了英伦风情的所有精华。长久以来，维多利亚市深受欧洲文明的洗礼，无论在建筑、文化、风俗习惯上都显得很英式，像是一朵开在加拿大国土上的英伦玫瑰。市区人口9万，只够填满1.5个北京工人体育馆，简直是一个袖珍小城。但也许就是因为小，才让这座城市更加精致。在这里，你可以入住女王曾经下榻的建于1908年的费尔蒙古堡酒店，体验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奢华与贵族气息。
是在内港的政府街散步，感受英伦风情。政府街两侧是五彩缤纷的19世纪小楼，满目的精品店、古董店和咖啡馆任你探索。加拿大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和丈夫开设的书店就坐落于这条步行街上。1963年开业至今，门罗书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早已成为加拿大一张永不褪色的名片。白色大理石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充满历史的交金和优雅，古罗马图书馆风格的24格天花板，大画幅的艺术画作精致而具有感染力。书店坚持把最好的空间留给了加拿大本土作品，让上乘佳作更能与读者不期而遇。逛累了书店，那不如去户外散步换个心情吧。说到英伦风情，又怎能少得了城堡？维多利亚市附近最著名的古堡当属苏格兰风格的哈利特城堡，由丹斯莫家族的长子詹姆斯于1908年兴建。城堡经过100年变迁，如今已改为皇家路大学。细心的你仔细观察，也许会发现这个地方有点似曾相识。没错，这里也是电影《X 战警》的取景地。时间赋予了这座城堡沧桑的风情，绿台遍布墙壁，视野开阔宜人，对比欧洲的古堡也毫不逊色，既高贵又典雅。结束了绚丽的温哥华之旅，渐渐收回了追随而去、散落在城市角角落落的种种思绪。旅行家约翰逊曾说过，如果你厌倦了温哥华，你也就厌倦了生活。这里1年365天，每天都有不同的美丽瞬间，等着你去慢慢品味。的确，温哥华诚如其名，是一座温润如玉、温暖美好的城市。温暖的不仅仅是气候，还有人心；美好的也不只是风景，还有温情。这种亲近和温暖，就跳动在温哥华的脉搏里。